This was a thoroughly bad man. He was not mentally ill at the time he committed these crimes. The uniformed officers forced the door open. We've got the bed in the corner with a chair on it, and about here is a square-shaped package wrapped in twine and black plastic bags with the hacksaw and knives on top of it. The description House of Horror is overplayed on occasions, but this was truly the House of Horror. I mean, it was unimaginable here really what had happened. 嗨，大家好吗？欢迎收听黑天鹅。2002年，英国伦敦卡姆登镇上的垃圾桶接连出现袋装的人体残肢，垃圾袋屠夫这几个字眼也在一夜之间占据了报纸和新闻的版面。由于遗体缺乏头和手，难以辨识身份，警方不得不跟时间赛跑，一边气凶，一边拼凑受害者的全貌。然而在垃圾场捞证据就跟大海捞针一样难，幸好案发地点附近的居民都不约而同提起住在4号房的房客，警方的侦办才终于出现突破。被办案警员形容为人间炼狱的4号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名垃圾袋屠夫又是谁呢？让我们从2002年的12月说起。2002年12月30号凌晨6点，一名街友正在北伦敦卡姆登镇的街上找东西吃。由于正值圣诞假期，他来到一栋公寓楼附近，想从那里的垃圾桶找一点住户剩下的火鸡或是牛肉来果腹。翻没2-3下，他便摸到一个略带有弹性的塑胶袋，由于袋口的缝隙透出一些粉色，他以为自己找到了几块鲑鱼。然而当他把整个袋子打开，他才发现袋中装着的是2个苍白带骨的肉块。街友二话不说报警，警察也在几分钟后抵达，将垃圾桶所处的街角围上封锁线。后续警员在同一个垃圾桶中又找到一段手臂和一段不完整的组织。经过鉴识组判定，街友找到的部分是2只女性的小腿，另外那只手臂以及不完整的组织则是女性的右臂和躯干的一部分。当天早晨，在下令暂停卡姆登镇的垃圾回收后，警方就进入疯狂挖垃圾模式，希望尽快将受害者的遗体拼凑完全。连续36个小时，警员们在一袋袋的垃圾之间又翻又找，他们甚至去挖水沟、前进运河打捞，但都一无所获。终于在12月31号晚间，人员在公寓西北边的垃圾桶找到了更多肉块。这次袋子里装着的是半个躯干、1只右臂、1只左臂和1只脚。看到这里，即使 DNA 鉴定的结果尚未出炉，警方也已经能从遗骸的组成得出被害人不止一位。他们持续扩大搜索，并加派人力前往垃圾掩埋场，希望至少可以将被害人的头跟手找回来。与此同时，警方调阅街道监视器，试图锁定可能犯案的凶手。另一批人马则在垃圾桶所处的公寓社区进行查访，他们相信这里的住户众多，总有一个谁会看见或听见什么不对劲。没想到公寓的居民就像是约好了一样，问就是4号房。他们说住在1楼4号房的男人51岁的 Anthony Hardy 很怪，平时阴阴森森独来独往，却很常带小姐回家。还有他圣诞节前后似乎在装修房子还干嘛，晚上一直传来电钻和锯东西的声音。听到这些证词，警方立刻动身前往4号房，他们甚至多调来一个单位支援，以防接下来有攻坚的必要。以下画面是警方的证据影片，先跟大家预警房子内部的景象，还有我对房子的描述可能会比较负担，再请各位依照喜好斟酌观看。警方抵达4号房的时候，发现房门开开的，没上锁，里面也没有人。不过当他们踏进屋内，一股强烈的气味就扑鼻而来。从走廊直直望进去，可以看到尽头有一间房间，不过房门上半都是涂鸦，下方门缝则用不知道是裤子还是衣服的布料堵着。当警员破门进入房间，房内的景象让他们寒毛直立。靠墙的单人床上放着一张沙发，地板上则躺着一个鼓鼓的大黑色垃圾袋。在还没打开袋子前，袋上的一把锯子和3把刀就先抓住人员的眼光，因为他们被摆得很整齐，像是有人刻意将这些工具留在袋子上一样。
经过确认，袋中的内容物是一具女性的躯干。然而由于遗体缺乏头部和手，警方未能立即以面容和指纹辨识受害者的身份。后续警方搜索整个公寓，虽然没在屋内找到更多受害者的遗骸，但他们并未一无所获。人员在客厅找到巨量的成人录影带，70多部重口味的爱情动作片在柜子和茶几上摆好摆满，跟茶几对望的则是3台型号都不一样的电视机。绿色的蝴蝶椅子搭配大红色的天花板，墙边还有一双厚底高跟鞋，一左一右立着作为摆饰。这客厅的陈设就跟屋主 Anthony 一样，散发着一股诡谲之气。鉴识组到场后，使用卢米诺试剂对房屋进行检测，而检验结果显示，房间的地板、墙壁、走廊转角以及浴缸都有大量的血迹反应。警方因此判定，这间屋子就是凶手谋害、分解被害人的第一现场。然而棘手的是，由于寻获遗骸当时公寓的门并没有上锁，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有可能出入这个房间，也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犯案。因此警方无法一口咬定凶手就是屋主 Anthony。正当办案人员苦恼之际，一份从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调出的档案显示，屋主 Anthony 绝对大有问题。2002年1月，也就是案发11个多月前，一个妇人报警表示自己的家门遭到破坏。警方到场后，发现妇人的门上被用黑漆写着“他的你这个臭子”，门上的信件投递口还被倒入酸性溶液。由于涂鸦的最下方有署名一个字母 T， 妇人表示这肯定是楼下4号房 Tony， 也就是 Anthony 的杰作。警员于是来到1楼的4号公寓敲门，敲第一次没人应，隔了1个半小时后，他们再回来敲第2次，门才缓缓打开。当时来应门的正是 Anthony Hardy， 他很干脆地承认自己就是在邻居门上涂鸦的人。住户相看不顺眼发生口角本身不是什么大事，问题是出在警方要求进入 Anthony 家中时， Anthony 显得很不自在，而且走廊尽头的房间死锁着，无论警官说什么 Anthony 就是不肯开。后来警方从 Anthony 的外套中搜出该房间的钥匙，强行进入，才发现房间的床上躺着一名赤裸的女性。这名女性脸部盖着毛巾，头部后方有撕裂伤，已经失去呼吸心跳。看见这一幕的警官立即将 Anthony 上铐押回警局，但是在审讯过程中， Anthony 矢口否认他认识房间里的女子。他说那间房间他早就租给另外一名租客了，所以里面发生什么事他通通不知道。这种烂借口，警方当然一个字都没信，因为房间墙上和床上的血迹都还很新鲜，死者的衣物也被人叠好塞在床头柜旁边，更不用说房间地板上还立着一桶温的肥皂水，里面还有一个海绵。警方认为 Anthony 当时极有可能正在清理犯罪现场，只是不巧遭上门查访的警方打断。因为破坏私人财产案而揭发一起谋杀，绝对是警方难得一遇的幸运。然而这个幸运泡泡只飘了几天，就被法医无情戳破。法医 Freddie Patel 表示，38岁的死者 Sally White 头部虽有外伤，但她真正的死因为心脏病，属自然死亡而非他杀。最终 Anthony 只被以毁损财物罪名起诉及定罪。法官根据1983年精神健康法判他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后续他被诊断患有躁郁症以及人格障碍。不过因为他在院中表现良好，11月申请出院的时候就获准了。或许因为死者 Sally White 身为性工作者，本身又有药瘾，因此发生他在客户家中跌倒、心脏病发身亡这种事，大家还会信。但同一年内、同一个公寓、同一个房间，要再发生命案的几率能有多高呢？这要么是屋子有鬼，不然就是屋主有鬼。此时负责过滤监视器画面的警官证实了这个猜测。监视器拍到 Anthony 在12月14号，也就是案发前2周，曾到社区附近的超市购买垃圾袋。由于这笔消费登录在 Anthony 的会员卡里，监视人员恰好能将这些垃圾袋与装着遗骸的袋子比对，结果发现纤维完全吻合。另外一段监视器画面更在12月29号拍到一名身着长皮衣、头戴纽约洋基棒球帽的男子去遗骸所处的垃圾桶倒垃圾。在比对邻居的证词与 Anthony 的生活照后，警方确定监视器画面中的男子就是 Anthony。同一时间，警方从证人口中得知 Anthony 患有糖尿病，必须定期回诊，因此办案人员一直特别留意医院的监视器。
果然，在12月30号以及1月1号 ，Anthony 又以皮衣、棒球帽这一身穿搭，先后出现在镇上的2间医院领取他的血糖药。即使他刮掉胡子，试着改变自己的样貌，警方仍一眼就认出他来。当证据链从现场、弃尸地点一路指向 Anthony Hardy， 警方再也没有悬念了。他们立即下令拘捕 Anthony， 并在新闻报纸刊登他的照片。除了提醒民众小心安全，也盼借助社群的力量，尽快将 Anthony 逮捕归案。短短2天，警方这个全民缉凶的行动就传来好消息。2003年1月2号，一名退休警员在距离 Anthony 的公寓仅 1.7 公里的大澳蒙德街儿童医院认出了报纸上的身影。他立即通知医院的警卫支援，众人合力将 Anthony 制服并押回警局。Anthony 被捕当时依然穿着长皮衣，戴着棒球帽，他似乎非常钟爱这样的搭配，即使知道自己这么穿容易被认出来，他也在所不惜。审讯室里的 Anthony 坐在律师旁边，面无表情，无论警方问他什么，他永远只回4个字：无可奉告。 Do you know that bin at all? No comment. Have you ever used that bin, Tony? No comment. Have you ever gone to that bin at all? No comment. Ever put any rubbish in it? No comment. Or ever taken any rubbish out of it? No comment. Anthony 就这么一直无可奉告跳针跳了2天，而警官是越问越灰心。目前他们还不知道受害者是谁，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定罪 Anthony。那几段他去购买垃圾袋和倒垃圾的监视器画面，顶多只能说明他参与了弃尸，但不足以证明他动手杀人。然而就在审讯进入无解的僵局时，一个从太阳报寄来的包裹给警方打了一剂强心针。报社表示，一位声称是 Anthony 好友的男子拿着2卷底片来跟他们交易。该男子说里面有好料的，看报社要不要买下来当独家。幸亏当时太阳报与警方关系良好，他们在取得底片后就立即把他们交给警方处理。2卷底片共洗出36张照片，里头是2位女性在 Anthony 公寓里拍的特写照，她们的脸上偶尔会戴上面具和棒球帽，其余一丝不挂。总之，张张姿势诡异，张张不堪入目。法医表示，以肢体僵硬的程度判断，这2位女性在拍照当下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由于照片里的恶魔面具曾出现在2002年1月 Sally White 一案的证据影片中，12月30号，相馆的监视器也拍到 Anthony 戴着跟受害者头上一模一样的棒球帽去洗照片，因此现在警方总算可以证明 Anthony 在受害者身亡当下确实在场。审讯第2天，警官拿出照片与 Anthony 对峙，但 Anthony 依然不动如山。他不肯回答这2个女生是谁，也不肯透露他们剩余的遗骸在哪里。面对 Anthony 紧闭的嘴，警方只能将希望寄托在 DNA 鉴定上。终于在2003年1月4号，鉴识组捎来好消息。人员表示，虽然在 Anthony 公寓里发现的躯干无法直接以 DNA 辨认，但由于受害者做过隆乳手术，他们得以透过细胶植入物上的序号确认死者的身份。她是29岁的 Elizabeth Valad， 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名高级伴游。2天后，另一名受害者的身份也经由 DNA 辨识成功。她是34岁的 Bridget McLennan， 来自纽西兰，育有2个孩子。遇害当时同样在伦敦从事性工作。警方推测 Anthony 很可能是在圣诞节前后以客户的身份先后将 Bridget 和 Elizabeth 带回公寓，并在与他们交易时下手行凶。至于他确切是用什么手法行凶，警方无法确定。办案人员只能从其他证人们的证词中勾勒出一个可能的场景。至少有2名女性对警方表示， Anthony 在与他们进行性行为的时候，曾刻意用身体去压制他们，导致他们几乎无法呼吸。警方因此猜测 Bridget 和 Elizabeth 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窒息身亡。然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病态癖好， Anthony 为遗体摆姿势，拍照留念，接着再分解弃置垃圾桶。这样的作案模式同时让检警重新审视最一开始身亡的 Sally White。他们怀疑健康条件较差的 Sally 极有可能也是因为遭到 Anthony 殴打压制，才会陷入恐慌，心脏病发而死。2003年1月5号 Anthony 正式被以3项谋杀罪名起诉。当然，从头到尾都保持缄默的他也没有认罪。他说自己早从20年前开始就受精神疾病折磨，所以案发当时他心神丧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而检方手上丰沛的物证和人证拒绝 Anthony 拿精神病当挡箭牌。Anthony 于1951年出生在英格兰，有4个兄弟姐妹。他家境稳定，学业顺遂，大学甚至在英国声誉相当好的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主修工程学。聪明又具有数理天赋的他，于1972年结婚，与妻子育有4个小孩。婚后第4年 ，Anthony 遭到公司裁员，于是他决定带着妻小搬到澳洲重启炉灶。没想到1986年，他再一次失业，他与妻子的婚姻也在这个时候出现裂痕。同年 ，Anthony 开始对妻子施暴。某日半夜，他趁妻子熟睡的时候，用预先准备好的结冰水殴打妻子的头，接着他把妻子拖到浴室，企图用蓄好水的浴缸将妻子溺毙。妻子在惊险脱逃后立即报警，并手刀申请离婚。Anthony 则获得禁制令1张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的精神治疗。当时医生诊断他患有 Manic Depression， 也就是我们现在较熟知的躁郁症。1990年出院后的 Anthony 搬回英国，他一边纠缠着前妻，一边流连红灯区。酒吧的顾客告诉警方，他们曾看到 Anthony 用舌头舔店面的皮椅，喃喃念着自己有多么喜欢皮革。他们也时常看到 Anthony 带着相机来店里拍女客人，行径非常怪异。这段时间住在4号公寓的 Anthony 时常带女生回家，邻居默默看着，但不曾多问。他们说 Anthony 的眼神总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大家要么不敢跟他搭话，要么就是跟他说没几句就吵起来。2002年1月份就是一个例子。Anthony 在跟楼上的邻居起口角后，气冲冲地拿黑色油漆跟电池酸液去报仇。不料他的冲动引来警察，意外揭发了他房间里的命案。如今这一切都在法庭上汇聚成证据，让他难以再用精神病为自己辩驳。2003年11月24号 Anthony Hardy 放弃挣扎，他对3项谋杀罪名表示认罪，后续法官判他无期徒刑，终身不得假释。然而案件并没有随着判决落幕，受害者家属曾恳求法院启动公共调查，希望彻底检视 Anthony 多年在医疗、司法、警政等环节中被忽视的危险信号，但这项请求最终遭到拒绝。这迅速引发了民众对机构监管疏失的批评。人们认为，早在第1位受害者身亡时 ，Anthony 就应该受到法办，日后精神设施更不应该让他出院，让社区重新陷入危险之中。然而，面对家属的不解与指责，精神病院表示，专家本身就是依照表现评估院友是否适合出院，而 Anthony 当时态度配合，病况稳定，实在没有人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憾事。警方这边则说，他们只不过是依照制度行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法医都说是自然死亡的案件，他们又如何能执意办下去呢？遗憾的是，所有人都照着规则走，代价还是另外2条无辜的人命。Bridget 和 Elizabeth 的家属伤心欲绝，但他们的泪水落地没有声音。犯人认罪了，启动公共调查的申请又遭到否决。庭审程序终止，也意味着 Bridget 和 Elizabeth 的死亡真相将随着犯人一起入狱，永不见天日。2011年，当初最早处理 Sally White 遗体的法医 Freddie Patel 因为在多起案件中做出错误的判断，最终遭到革职。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是发生在2009年的 Ian Tomlinson 案。2009年4月1号 G20 高峰会正在伦敦举行，因为当时正值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经济衰退，大批的英国民众涌入伦敦街头，抗议各国政府只顾着拯救银行和金融机构，却牺牲了劳工与弱势群体的权益。随着人潮越聚越多，场面逐渐失控，警方的防暴部队也与示威者发生严重的冲突。在混乱之中，47岁的暴犯 Ian Tomlinson 遭一名警员用警棍击打，并从背后推倒，重重摔在地上。不久后，他在送医的途中身亡。后续负责本案验尸的法医，也就是 Freddie Patel， 在报告中指出暴犯 Ian 死于心脏病为自然原因，而这项鉴定在当时让警方免于追责。没想到几天后，民众拍摄的影片流出，画面清楚记录下警员推倒暴犯 Ian 的那一刻。而且 Ian 还不是示威者，他只是个想穿过人潮回家的路人。此后检调单位对 Ian 进行了额外3次的独立验尸，3次报告都指出 Ian 的死因是跌倒时外力造成的内出血。此结果让法医 Freddie 的专业与公正性受到严重质疑和检视，包含2002年 Sally White 死因的误判，
最终他遭到英国医总会除名，彻底结束了他法医的生涯。狱中的 Anthony 从来没有详述他和2名受害者究竟发生什么事，他也不肯透露受害者剩余的遗骸在哪里。案发后，警方花了整整6周的时间搜索垃圾掩埋场，仍没能寻回受害者的头颅和手掌。2020年11月25号 ，Anthony 因为新冠肺炎并发的败血症于狱中病逝，终年69岁。而受害者家属能够得知真相的最后机会，也随着他的离开一并消逝。Anthony Hardy 这个案子不只是一起连环杀人事件，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司法、医疗与社会监管的漏洞。规则本身并不足够，真正能守护社会安全的是专业的良知、跨部门的合作，以及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如果当初法医的判断更严谨，警方更坚持追查，精神设施对病患的风险监控也能更严格，那么或许一切就会不一样。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频道的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